这种事情我看好几次了哦。我未看先猜，这次也是差不多，每次都在说这次不一样啊，我每次都想问哪次不一样哦，所以现在就是等大家市场的信心回来就回来了。现在是因为股票太强哦，那之前被爆破的痛好像就忘了，那之后再来一次波动或是怎么样，房地产依然还是台湾人哦这个很喜欢的避风港就对了啊。那么股票你赚那么多，all in 再 all in 敢不敢？不敢啊，不敢你要干嘛？先买间房子哦，先存点钱，大概就是这样。等银行的贷款回归正常就 OK 了。什么时候不知道，看央行的态度。最近会出现的拐点是什么时候？9月18号第3次央行理监事会议会不会松绑？我不知道，我认为几率是小的。这我先讲哦，因为直到现在我读的那个报告哦，还在那边讲说什么房价仍在上升中，就这样了。大船难掉头了，他现在就松绑，他怕前期波就等于没打，那就等等看吧。那好在我们就还等得起哦，那我们就慢慢等。如果是靠房地产那边吃饭的，我现在应该是，比方说我就是一个房仲，我就是一个代销，现在是个相当辛苦哦。房市大小事，2025年上半年交易量跌破13万栋，8年最冷，你该捡便宜还是再等等？哦，先说结论哦，房市确实很冷哦，非常的冷，但是体质还是很好哦，你不用太过担心。这个我八卦的时候我会好好讲。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正式落脚哦，开始营运。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2025年上半年交易量比2018还要惨，这是我们来聊今年上半年的房市哦。那为什么要特别指出2018年？是因为那一年是花莲的206大地震，你是不是忘了？然后大家都这样不敢买房子，结果后来花莲又有什么4.3大地震哦。结果今年上半年的交易状况哦，比那时候还要再更加的惨。那先来看一个新闻哦，标题我念一下：房市这么冷，90天休兵也救不了，交易量重衰至8年低点。你看我画红线的地方就好哦。今年上半年的交易量为130,151栋哦，13万，仅高于2016年的108,581。2017年是129,110，2025年的前6个月全台建物买卖转移栋数创下史上自1999年有统计的月份以来第3低的量，这很夸张的数字呢，很夸张哦。现在低迷的程度哦，跟那个民俗月没有关系哦，就是冷到爆哦，是已经有记录以来的前3名了。那我未看先猜，等一下应该就会有看空一族来留言说哦，房地产要崩了，要怎样又怎样。那我这边也直接回答，不会哦，就不会。为什么？因为这个我讲八卦好好讲哦。现在房价中古屋还是很坚挺，那房价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崩？我在未来的房价会动涨20年吗？哦，这支影片也有做我的预测，我就不赘述了，想看你自己点去看。那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房价这么稳哦？那这是我来跟你讨论为什么现在房地产普遍看坏的情况已经发生了。的确是看坏嘛哦，你看交易量已经是1999年以来的第3低哦。那可是我们也不用避讳去讲这个房地产冷哦，但是现在的房价却没有硬生生的这样腰斩啊、下跌啊、被爆破，什么事还没有发生。我个人的判断来说就是台湾人对买房会赚钱的信仰来说还是太强了，真的是太强了，强到无视任何不利因素。就跟那个在房版嘛 PPT 房版，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被解释成利多，同样的意思。我们可以拿另一个例子来举例，你就会比较好理解就比特币啦比特币现在已经涨到一颗是11万美元然后专家预期说未来会涨到一颗20万，蛮夸张的嘛那比特币什么时候出来？2009年1月它才正式被挂在区块链上。那我问你，从比特币出现到现在，有出现什么大规模的运用场景吗？不要讲什么买披萨、星巴克那个都是单一企业它支援就支援了。我也知道什么萨尔瓦多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但这也是个案。你去跟银行说你的信用卡这迟缴要用比特币还，你看银行理不理你就这样。我要表达的是，在现实世界里，比特币的使用场景还是很少的。但怎么样，它不影响它继续上涨。为什么？因为信仰有一群人信仰着比特币，那它就可以一直有上升空间。
比特币也是有乌云啊，乌云就是什么量子电脑嘛，说可以轻易击穿比特币啊，让比特币瞬间一文不值。然后量子电脑的量子霸权现在是 Google 嘛，那些炒比特币的人他们也怕了一样。那同样的台湾的房地产是怎么样？大家都是信仰这个会不断上涨嘛，你短期可能会有波折，但是长期来看他没输过一样。那这就是台湾人的有土斯有财的根深蒂固的协议中的 DNA 啊，就这样。你随便去问一个有买房子的人，你问他，你觉得他的房子会不会涨？他跟你说，这个最近来看的话不知道。你说拉长到20年、30年，你觉得嘞？谁跟你说会跌？就这样。当然啊，永房一族看自己手上的房子，当然都是看多的嘛。就算是看空一族好了，其实他们也是骨子里也是相信房价会涨啊。他为什么看空？跌下来他要买，你知道？就这样啊。现在买不下去啊，跌下来之后他要买，所以他们是潜在的多头，其实都是这样。这个也不是在酸他们或什么，这太多证据了。那个讨论版也常常有啊。以前呢疯狂喊空的，然后因为结婚之后还是要有自己的家，还是买了之后来发毕业文，然后整个就突然性情大变，转成多头。这种故事大家看的还少吗？总之就是这样啦。空头会希望怎样？房价便宜让他买，买了以后之后房价要涨给他看。这个才是我们台湾的标准空头，而不是说就真的是一直喊空，一直喊空，然后真的都不进场，并不会。好，那房价之所以现在会动涨，那房价之所以现在会发生动涨，当然跟央行的信用管制措施有关系。那更多我看起来是台湾人全体的愿力一起造成的。像是我们隔壁棚的日本，他们现在就没有差，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过这个经济泡沫化，所以现在还有能力买房的人，就算没看过房价大崩，他的爸妈也都看过。而且很有趣说什么失落30年，然后是房贷是最近这个2023、24、25才陆陆续续还完，一还完那个房贷他们瞬间内需的经济又会被刺激起来，因为钱不用拿去付房贷嘛，这个可以生活花用啊，这个经济上就运转了起来。就是日本不一样啊，他们对买房的想法就是有需要才买，而且还有很多故事嘛，就是男女朋友交往结婚，然后男的去买房子会被女儿认为不上进因为你的工作可能会调来调去，什么有没的，那风土民情不一样啊。台湾就是这样啊，有土斯有财啊。如果你只看2年3年，这个赚赚赔赔的人有，你拉长成10年20年30年，你要找到输家真是有点困难。最后你要知道下半年的房市会怎么修正。我先打预防针现在的时间是2025年的8月初，现在央行还没有推出松绑的政策，要的话今年应该是9月18号918的时候会有进行今年的第3次央行理监事会议，那就看到时候会不会有松绑的讯号跑出来。我是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做判断的。那房地产我们要拆2块来讲，预售跟中古，你这2个混在一起你一定出错，你的判断一定出错。预售跟中古在我看来已经独立2块市场了。先说预售，如果你有关心预售的话，你也会看到现在建商开始在怎样送装潢就是他还是要维持高价，不然之前买的人都会跳他票啊，就是违约之类的那他可能现金流会有出问题，所以现在就是变相的补贴预售屋的买方。然后因为预售屋的交屋时间是3年后5年后嘛，所以无论是买方或是建商的态度现在都是怎样到时候再说，能拖就拖，到时候再说。那的确有一群人就消失了，就是什么非刚需跟风买房的人，这群人就消失了，所以你才会看到说会去接待中心的人越变越少啊。所以现在预售屋的市场会变清淡的原因是，大部分急着买的人，想上车的人，在之前那波能上都上的现在看起来，现在市场中还存在是没那么急的人嘛。那如果你现在想要买预售也是可以没有不行你就是看喜欢先解决自住的需求先上车再说，解决自住一定是优先的啦，你不需要先去搞什么什么自产收租，然后把自己活得好像在做一个牢一样，没有必要，你就先顾好你自己跟你家人的自住，其他再研究。这是预售市场。来，接下来我们来讲中古中古的状况就是有下修了但是下修在我看来不叫跌价，你有没有去看一下这些屋主以前取得成本，他们之前开高价是因为看预售这样不要未来开高那现在就是开价变低，我们底价都没什么变。你去看实价登录它不管怎么下修，目前看起来都是跟实价登录差不多甚至都是很多都还是略高的那当然那种变凶宅或是只有持有1年2年那种急售的不算所以所谓的下修是怎样，对那些屋主来讲就要少赚一点，而且通常是长怎样，一开始你要开1000万，
然后房东就跟你说现在市场很热，可以开1200，我们来试试看。哦，那现在又变成什么？这个要降一点，要降一点，要降一点。请问这样到底是赚多还是赚少？哦，是不是就是赚的没有以前多而已？哦，所以现在想要溢价的空间确实有变大啊，因为现在房仲没业绩嘛。哦，我所知道的房仲哦，也有一些开始在兼差跑 Uber 了，真的哦。所以如果你诚心要买的话，房仲会更积极的帮你谈一个好价钱啊，不然他的小孩奶粉钱怎么办？哦，就是这样啊。现在是溢价的好时机。反正现在市场中大概没几个要买哦啊，这冷盘的时候就是挑房子，而且是专业包租公收租这种人在膨胀的时候。最后我们收敛一下，如果你想买预售你就买哦，因为建商会让利给你，只要你不要往房价那边去砍它的话，你就是看能凹到什么东西。如果你想买中古哦，也一样你就买，现在还是 A 案会跑出来的时机哦。那我相信2025下半年的状况。最多就是像现在这样，应该不会再更惨了。再踩下去，这个仲介工会要组织游行了哦，因为这个仲介的能力哦，这个流失的实在非常的快。你那个3个月的小风波大家都能撑哦，那你到半年应该就一大票的人就要离开市场了。最后我想问你哦，你觉得以下的3种状况会让房市解套吗？欢迎留言哦，跟大家一起站来站去。选项 A， 政府松绑72之2。选项 B， 股票的钱跑进来，房地产避难。选项 C， 外星人也跑来买台湾的房子。哦，对哦，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哦，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哦，真的哦，我没胡乱哦，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哦，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哦，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哦。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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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不好那 A 案开始陆陆续续跑出来我也去看了几间我先说结论在我们看起来这是真的我们跟很多的前辈讨论又讨论他们都是在市场第一线的。那我们共同的结论是什么？就是房地产的基本面没有变坏，并没有。好，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引发房地产冷成这样直接讲信用管制会太过浮于表面就是现在贷款很难贷，真的很难贷啊，你首购照样给我去排队啊，那你新签的话可能比较快那如果你现在是第二屋不是说明定可以贷款50%嘛，对不对？不好意思，那是上限，现在银行就是刁就是弄一弄贷3%，贷3%不是第3屋没有啊，第2屋就要你贷3%，状况我们都听过了。所以现在整个市场为什么会这么差？贷款很难贷，风声会传来传去嘛，传到那个想买的人就不敢进去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再来撞一下民俗月哦。虽然现在的冷哦，冷起来已经跟民俗月没什么关系，反正天天都像民俗月，但是我的判断是，高雄的基本面没有变差，各个重大建设还是陆陆续续都在推进。好，那在基本面没有变差啊，现在又盘子又冷的情况之下，就是自产的很好很好的时机，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我们认为叫做贷款不好贷，所引发了一连串连锁的效应。那贷款以后不用到很好贷啊，不用回到什么 George and Mary 救急免险的那个年代啊，只要贷款恢复正常啊，是不是需求这些东西又跑出来了？所以一定要等央行松绑嘛？是央行的问题嘛？央行大家反正就是他是箭靶啦，大家都在看他这样，大家都在骂他。可是就银行端的态度也是啊，如果开始变成了回复到以前的都差不多了，首购大概都贷得到了，然后大概在45天之内都能结案的话，这个房地产整个又会回春起来了那这个窗口期有多长有多短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未看先猜，可能不会很长，应该不会长到未来2-3年都长这样如果未来2-3年都长这样的话，那会很麻烦这个房地产的中古屋的跟那个新建案的从业人员组织游行抗议这些东西都陆陆续续会发生。所以我在想说，这是一个窗口期，贷款很难贷，那就是等海量的交屋潮交完了嘛然后怎样的，然后慢慢就会恢复正常一旦恢复正常，这个市场的开始热络起来没什么问题最主要是我在看基本面没有什么大方向上的问题，重大建设持续租金补贴持续然后这个买卖的刚需持续但是就不会说因为房价很差，我们大家就不要结婚不要生小孩很难啊。所以我看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没有说什么重大建设突然就停工或是干嘛，因为现在房地产表现不好，这屁，那怎么会是重大建设？那包含民间的建设一样都没有停，基本面还是 OK 的，未来要创造的工作机会还是板上钉钉就存在在那边。那现在为什么房地产那么冷就贷款不好贷贷款以后只要回归到贷款正常就好，不用回到贷款很好贷，整个市场就会热络起来，一热络起来你看那个好谈价钱的时机又会稍纵即逝。总之就是这样那我们这种重大建设流派就是这里好，反正我也不做预售，你也知道那边看中古屋我们就是收租就是等就度小月，等这个大家说市场难过的日子过了以后，那到时候再说嘛。我们是比较没有差的这一派，因为我们本身不算靠房地产吃饭。那当然房地产从业人员真的很辛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我听他们在讲以前是 PO 那个投资客他还会跑出来看现在是因为贷款就很难贷，然后所有投资客大概用到什么2屋了3屋4屋去了，那出来那个贷款金额没办法，然后即使是他有首购的朋友要买那个首购也是照样排队就恐怖那所以大家的态度是到时候再说先看情况，就造成现在市场的人房地产本来就是这样，即使是建商要熬起来炒作，那他手上的建案顶多100-200户200-300户，顶多就这样嘛。他在市场中你看我刚刚报的数字，我1年10几万就是这样。所以一个建商他能力已经很强了，他可以盖个400户500户出来的社区假设是这样，它影响相当有限啊。房地产市场就是蚂蚁雄兵，你知道，要大家每一只蚂蚁数以10万计50万计100万计的蚂蚁都觉得会涨 OK 好，这个房地产才会这样被硬生生推起来。那现在就是这些蚂蚁雄兵我们海量的蚂蚁雄兵觉得说再看看，他也没觉得会跌或是怎么样，他就再看看，大家一起看看数百万的一起看看，那就忍了，就是这样而已。那未来只要银行的贷款逐渐回归正常，然后开始有人现在可以弄了，可以跟以前一样差不多了好，然后这个整个气氛又会慢慢被烘托起来。这种事情我看好几次了我未看先猜，这次也是差不多，每次都在说这次不一样我每次都想问哪次不一样所以现在就是等大家市场的信心回来就回来了。现在是因为股票太强那之前被爆破的痛好像就忘了，那之后再来一次波动或者怎么样，房地产依然还是台湾人这个很喜欢的避风港就对了那股票你赚那么多 all in 再 all in 敢不敢？不敢不敢你要干嘛？先买一间房子先存点钱，大概就是这样，等银行的贷款回归正常就 OK 了。什么时候不知道，看央行的态度。最近会出现的拐点是什么时候？9月18号第3次央行理监事会议
会不会松绑我不知道，我认为几率是小的，这我先讲哦，因为直到现在我读的那个报告哦，还在那边讲说什么房价仍在上升中，就这样了，大船难掉头了，他现在就松绑，他怕前期波就等于没打，那就等等看吧。那好在我们就还等得起哦，那我们就慢慢等。如果是靠房地产那边吃饭的，我现在应该是，比方说我就是一个房仲，我就是一个代销，现在是个相当辛苦哦。不知道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再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